Hello， 大家好，小丽 ，Hello。我今年45岁，一直没有结婚。我每次我说我不结婚，别人都会问我为什么，我也找不到理由。我就是那种从小到大没有幻想过穿上婚纱的人，婚纱给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勒得慌。实在是被人问烦了，我就说，哎呀，我条件差，不好找。他说你条件不差呀。我真的吗？你说说哪儿不差？他这个聊天嘛，你难为我干啥？但是不结婚真的会遇到很多问题，就他们现在问我都不会问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小孩，他们会直接问你小孩读几年级了。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就给自己虚构了一个年满10岁的孩子。我都不需要虚构太多信息，我只需要说成绩好就赢了。你小孩读几年级了？4年级，成绩啊也一般，虽然年纪是第一，但放到整个成都市来看的话，不过是个第3名。一般说到这儿就没有人会继续问下去了，没有人想分享别人的成功，他们甚至怕我想继续往下说。还有人问我老公是做什么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会给自己虚构一个老公，因为我觉得虚构一个小孩很简单，但是虚构一个男人太难了。我虚构的太好了，别人不相信；我虚构的太真实了，越虚构自己越生气。我没有办法虚构一个真实的好男人。后来再有人问我老公，我就说算了，别提了。他们就认定我有老公。虽然我没有结婚，但是我身边同龄的朋友都结婚了。30多岁的时候，他们还会在我面前炫耀，说自己过得有多幸福。我说你带2个孩子这么辛苦，怎么会幸福？他说虽然辛苦，但是每天早上起来给他们做饭，送他们上学，接他们放学，做饭，辅导功课。当终于忙完了，躺在床上看着他们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幸福。我心想怎么可能？但后来我发现他没有撒谎，因为有一次我一大早起来赶飞机去外地开会，开完会演出，演完出又开会。当我终于忙完了，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幸福。人在辛苦劳动之后休息，就会觉得很幸福。但是没有孩子也可以很辛苦啊。有个工作就行，用工作代替孩子，不光可以辛苦，还能赚钱呢。你拿到钱的时候，还能真的幸福。还有朋友早上6点就起来给她的老公和孩子做饭，然后拍照发到群里面，大家都在赞美她，羡慕她，但是我没有说话，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醒。所以他就艾特我说，他说我这种有老公孩子的幸福是你没有办法体会的。大概12点多钟的时候，我终于醒了。我看了一下群里的信息，回了一个刚醒。我心想6点就要起来做饭，那不是7点就要起来吃？感觉他们一家3口的觉还没有我一个人睡得多。很多人都觉得不结婚是一件很惨的事情，哪怕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别人还是会说你苦日子在后头。我是不知道还在多后头。直到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和她老公一起吃饭，吃着吃着他俩突然吵起来了，我一下愣住了，感觉回到了原生家庭。不敢说话也不敢动。她说她老公停个车都停不好，还能干点啥？她老公说她是个神经病。我心想都是因为我不会开车，他们才吵起来的。
要是会开车，就帮他们把车停了呀。我要不要去学个开车呀？想到这儿，我觉得不对，我又不是8岁了，所以我转头对我朋友说：“你们离婚吧，我跟你。”后来我跟他说：“你以后别带你老公了，我受不了夫妻吵架。”他果然不带了，只是每次一坐下就开始骂她老公，感觉她老公不在，但是又无处不在。每次都哭着说她要离婚，一哭好几年又不离。原来离婚这事儿，她只跟我说了，没有告诉她老公。当然，她有时候也会关心我，跟我说：“哎呀，老师，我是在倾诉烦恼，有点不好意思。你有什么烦恼也可以跟我聊聊啊。”我没有烦恼。但是我意识到我得有。因为烦恼就是我们友情的投名状，我只好虚构烦恼。我说我跟我妈吵架了，她说我也是，巴拉巴拉巴拉，就把话题接过去了。我心想，幸好她方方面面都有烦恼。她要是真的关心我，那我就露馅了呀。前几天跟几个朋友一起去吃烤肉，其中一个朋友非要等她老公来了才能吃，其他人也说好啊，等他一起，反正现在也不饿。我心想，来的路上不是都饿了吗？怎么闻到烤肉香就不饿了呢？我想反对，又怕别人觉得我一点饿挨不了，延迟满足能力太差。大家都知道，延迟满足能力差的人将来肯定没出息。但如果我再不吃饭，就没有将来了。我想走，又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为什么别人都忍得了，我忍不了？我是不是太在乎自己的感受了？我这个饿了就要吃的毛病，到底什么时候能改？不对呀，我怎么一边挨饿还要一边反省呢？我应该反抗啊！等老公，等什么老公？为什么要等她老公？她老公又不是我的菜。我的菜已经上了呀，凭什么不让我吃？所以我站起来说：“你老公怎么还不来呀？他是不是你虚构的呀？”以前为了合群，我要虚构小孩、虚构老公，甚至虚构烦恼。但是不合群又能怎么样呢？反正我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的，我身边就只有我，没有人知道45岁还没结婚的人该怎么样。那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反正我无论做什么都是榜样。谢谢大家，我小丽。太酷了，哇！太好了，谢谢艾迪鹏。掌声送给王小丽！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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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啊，这是新人，新人啊啊！王小丽，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王小丽！哇，太棒了！哇，小丽少女，小丽少女，你是在之前有过很多的线下演出吗？我说脱口秀有6年了。然后频率呢？表演频率？一个月演几次吧，因为我这个年纪也不能演太多，而且成都也不需要这么努力，感觉。啊？就是演一演也能活，就是不用太卷，就是。刚才春春专门又有点不相信的补充的问了一句，说真的是新人？对，哇，怎么这么优秀啊？完全不觉得。对这个舞台的驾驭，对，和游刃有余啊！对，好棒啊，真的好棒。我是玉米。啊，那必须的啊！
我好多年前就给你投了好多好多的票。谢谢谢谢。那个时候还是短信投票。那是你唯一的烦恼，对不对？当时感觉哇，我要李宇春加油啊！好棒。哎，大老师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就感觉我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因为你知道有一种演员特别神，他跟开了天眼似的，他能看见你每天都在经历这件事儿，但是你就熟视无睹。然后他经过的时候，他就全看眼里，全记心里，全记在这儿段子里。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人说天赐的声音，这是天赐的眼睛，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但是你每天都能看见那个东西。我觉得真的这个非常了不起。谢谢谢谢。当他那么胸有成竹说出我没有烦恼的时候，我全场炸，我觉得那个特别棒啊！而且很神奇的地方是，你感觉他的每个想法都很刁钻古怪，但实际上全是符合常识的。对，是其他人不正常，他特别正常，从头到尾都是极其正常的。他其实把那个偏差感达到了极致。是。他那个其实有点，我觉得在听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大脑接受的一波又一波的轰炸。那个轰炸的内容其实是非常日常的东西，但那个日常他就有点像那个皇帝新装里的孩子。比如说我跟鲁豫姐同时拍的那个点是你老公又不是我的菜，就是这个事情好像就是这样的，是吧？但是可能不会有一个成年人在桌上来说这样的一个话，说我饿了，我怎么去改掉我这个饿了就要吃的毛病？对，就是他的这个话特别像一个小孩说出来的话，但他无比的对。对，太对了啊！他把那层窗户纸直接不是捅破，是扯掉。对。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因为他其实在告诉我们，生活就是应该成多元化的样态。你要知道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就是大概去年，我有时候会在线下组织观众来看电影。有一次电影结束之后，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当时说太生气了，说旁边坐着几个人，有一个对不起是个男的，这个男的就是特别兴奋地指着我说鲁豫为什么他已经不年轻了，这个年纪了还能做那么多节目来主持节目？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老公，没有孩子。啊，其实我完全能够相信那一刻他没有任何的恶意。后来我其实在回想，如果我是一个男性主持人，他一定不会讲说他为什么这个年纪还可以做这么多事儿，因为怎么样。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很多的限制和桎梏当中，你到某一个阶段，可能如果你不选择更主流的那个生活方式，可能会面临的某种困境。所以他能够以那样的方式讲，刚才我其实内心受到特别大的鼓舞。如果我更早能够听到他这样讲话的话，我会觉得更有底气，所以我会觉得非常棒。谢谢。小丽，刚才你说你没有什么烦恼，但是你要来这个舞台来参加这样的比赛，你会有焦虑或者压力、紧张感？我在3月份的时候其实挺焦虑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感觉就是欲望就是有点脑子里面的欲望有点多了，有点患得患失了。我感觉我要上节目了，完了这个万一红了怎么办？哎呦喂，必须得火啊！那就不能每天逛公园了，你知道？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患得患失，然后当时去山阳参加开放麦的时候，状态又特别不好。然后有一次开放麦，我在下台的路上，我就开始责怪自己。我说你怎么回事？演了6年了，就是演个开放麦还演不好。就那一刻，我一下就惊醒了。我说：“哎，王小妮，你怎么在责怪自己呢？”因为我的人生很少责怪过自己。对。当我开始责怪自己的时候，我一下就惊醒了。我想，我的身体已经陪我做了那么多事了，他陪我去演专场，还来上海参加节目改稿子，不断的改稿，他都已经这么辛苦了，你还要责怪他？你不应该责怪他，你应该爱你的身体。哇，真的太棒了！说的有点想哭了都。小丽姐太帅了，小丽老师简直，我跟你说，这种心态是一个会行走的梦，你知道吗？希望在下面的表演当中，我们能听到你这样的分享。对，因为我觉得灵魂在身体里面，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爱自己的身体。加油，小丽！太厉害了！我要多问一下袅袅老师，你的评价？我觉得特别喜欢，因为其实从创作脱口秀的角度来说，这个话题并不新了。
所以还能讲得这么好，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语言是特别准确的，然后才能以这么平实的方式还让大家这么的接受。对，我觉得因为他说出他的想法的时候不是觉得他是因为你们想听我想讲，而是他讲出来的时候你非常的相信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只是站在那里讲述他的想法就非常的有吸引力，非常的有说服力，非常的有魅力。对，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在这边搞这，今天演的也特别特别好，非常为你高兴。太棒了，谢谢谢谢谢谢海源老师，你以后不能自由了逛公园了。谢谢袅袅，谢谢海源，也谢谢小丽的表演。我们请 Kid 来到台中。很厉害。先来看一下校团给出的支持率 ，Kid 30，小丽40。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的 PK， 获得胜利的是。我觉得已经做得挺不错了，如果有什么没做到的，就是能力不足。其实我在后台还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这一切都会过去的。那你就好好演，我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厉害啊！非常非常的接近，王小丽282票 ，Kid 260票。我觉得好像在这个舞台上，小丽姐的天真就是被放大了，那种又天真又真诚的小观察，就是让人非常感动。我觉得小丽姐这个真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生动解释，也许答案就在你脚下，但是我们往往看不到脚下那一幕。但小丽姐真的用她很平淡的语气，让我们看到了，哦，原来就这么简单。我觉得这个小丽姐身上就让我们看到了简单的力量。王小丽282票，我们要祝贺王小丽顺利进入到晋级区。有人要给 Kid 了，给 Kid 啊！哇！咱们俩就留一个，要不然我来吧。好，主要原因就是我有一个把什么事情都延迟的一个习惯，但我现在觉得应该向小丽学习，就你感受到什么你就表达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我觉得 Kid 这一季一定会有特别好的表现，所以我愿意给他这个机会。谢谢。那我再等等。对，你再等等，春春。好的，鲁豫的等等灯给了 Kid， 所以祝贺 Kid 进入到晋级区。谢谢鲁豫姐，谢谢春春姐，谢谢。Kid 本来我也想给啊，因为 Kid 实在太优秀了，所以我觉得 Kid 要非常值得那个灯啊！我支持鲁豫老师给 Kid 啊！我都没想过有人会给我拍灯，很开心嘛，很谢谢鲁豫姐。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一组怎么？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实话，就是在我眼里，那是一段极致的技术跟极致的真诚。在这个舞台上，这两种碰撞的时候，还是会那个真诚会更胜一筹。票数具体我没想过，但我知道我会赢。我跟谁 PK， 我应该都会觉得我会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挺厉害的。那如果未来有一次输了，那就是感觉错了呗。我也是会犯错的呀。刚开始挺兴奋的，但后面就只有累、疲惫、身心俱疲、生不如死，有一点过于超出正常人的承受范围了。
我希望下个赛段让所有人都轻松一点吧，不是说我们熬个3天3夜下来，这个节目就会变得非常好看，没有这个必然联系。我觉得所有人就在一个圈子里面圈住了，大家都觉得好像是合理的，没有人提出反对，好像大家都默认了这个事情是 OK 的，没有人提出要休息，没有人说走就走，我走了。我很喜欢小丽姐，她很松弛，她会带着我去逛公园，逛着逛着，她突然我们躺一会儿吧，然后我们就在公园草地上躺着。因为我做这个行业说脱口秀嘛，脑子会过度的使用，思维会停不下来。我为了抑制自己不要过度思考，我就开始去逛公园，然后就爱上了逛公园。就你有没有发现，公园的小孩就很舒展，地铁上的小孩就很容易哭了，因为他就知道哪儿是好地方嘛。他们是凭身体感知来感受这个世界的，就他脑子还没长明白，但是他们的身体感知就知道接近大自然更舒服，所以大家可以多逛逛公园，像小孩一样。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逛公园，然后看鸟。我觉得脱口秀演员如果要形容成一种鸟的话，有一点像雀渠，因为它会学其他鸟叫，然后它还会把其他鸟吸引过来，然后打它，就感觉这种鸟挺幽默的，就感觉有点像脱口秀演员。我有点像夜鹭，就是他们叫的叶师傅，他就老是在那儿呆呆的，不知道在干嘛，然后看着前方，我估计他是在休息。太舒服了，好想每天都逛公园啊！不行啊，王小妮，你干嘛？你不是要拿脱口秀大王吗？怎么能每天逛公园？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冲突，就是也没有规定说脱口秀大王不能逛公园。